看看你的实力如何。我这有2块贵重的银元。哟，好家伙嘞！段祺瑞，一块广东龙，这俩银元在哪弄嘞？这是俺爷年轻时候，然后是毛利拉砖嘛，那人给你送一车砖，你也没有赚钱付了，所以说拿2块家传的银元直接给俺爷了，等于说是换一车砖。哦，用俩银元换了一车砖。对，用毛利拉砖应该是90几年，那反正是差不多吧，几十年前了。那是时间长了。你这俩银元啊，一块比较常见，广东龙是最常见的。然后这个是段祺瑞的签字版的3件大头，像这种大头啊，属于军阀币。段祺瑞这个人是皖系军阀的首领，在民国3年的时候，他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北洋里边还是比较有威望的。就像这种属于军阀币，签字版，实话实说，是发行量应该也就全国应该也就屈指可数。你看了还不赖，有人已经跟我说过了，这是基本上算是独一无二的了。对，独一无二的。这个在普通老百姓家，我感觉并不常见。再看看它的扁池吧，这种扁池咋说呀？一眼夹，因为这种扁池就是银元里边造假最咋说最泛滥的一种。那你再给我好好看看，这有人都已经给我出价了。再说我在网上也查过了，顶几十万，你咋说一眼假嘞？如果说真是段祺瑞签字版的大头，几十万买不到。这个东西咋说呀？真的话，属于国宝级的，知道吧？暂时还没有出现来。这个看假，而且这包浆也不行。你看，虽然说黄包浆，这种包浆有手搓不掉，你不用搓，时间长了。你看我的手泛黄，包浆可以弄掉。这种包浆也是假包浆。这个应该是当时那爷在地摊上卖的，银子确定是银子，因为这能看出来。这不是俺爷在地摊上买的，听着声音也没问题。这种属于真银假币，没事儿。你再看这个，这个是广东龙，这种广东龙我们就比较常见了。这个上面也是无戳无伤，一般广东龙的价位也不贵，像你这个状态能给到3000左右。一般就是品相稍微好一点的，能顶到5000左右。这个不假吧？这个包浆的话是大老黑包浆，一般我们碰到这种大老黑包浆，实话实说就有点存疑了，包浆不自然。它是自然形成的，那你有啥存疑的？这种包浆很不自然。这看扁池吧，这种扁池和你这个段祺瑞的扁池还完全不同。这段祺瑞的扁池是属于过去的造假。这个扁池属于现代的造假。总而言之，咋说呀？这块广东看着也不行，也是假的吗？对，也是假货。这个东西啊，银元玩银元这个东西啊，必须得上手。这不上手是吧？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而且你说那爷干毛驴拉砖，这个银元我们买银元不能听故事，因为本身我们平时拍一些视频啊，有很多故事在里面。所以说你这2块银元我暂时要不了。要不了，那你要不了也是假的，不管要不值钱。对，假的不值钱。至于网上为什么能给你几十万，我只能提醒你要小心了。因为网上你也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拍卖行就专门挣你的鉴定费和拍卖费。你这2块银元初步估价也就200块钱左右。你看现在定200，对，也就200块钱。你说200，网上说几十万。不像咋说，这也是俺爷干毛驴拉一车砖饭的，也不容易，我也不卖了。行，那你留着玩吧。我这有一块家传的老银元啊，俺爷说这是稀少又罕见的版本，现在最低价我跟你说能值300万吧？价值300万的银元，这是一块中原啊，稀少罕见倒是谈不上，因为存世量不大，一般平时很少见嘛。我问过俺庄里好多人了，确实是大家都没见过。我要不是准备在杭州买房子嘛，我跟你说，我今天绝不会拿出来卖。恁村里边人没见过，并不等于别人家里没有啊。我看你这个品相倒还不错，你看他这个发丝没有怎么磨损，刺口也没有什么弱大，包浆看着还蛮舒服嘞。准备在杭州买房，买这个杭州的房价很高，
你这是杯水车薪啊。哎，我这样跟你说吧，我爷爷2015年的时候，我跟你说，这块医院都找人鉴定过了啊。当时人家给200万，这快10年了。我想卖300万不多吧？如果10年前有人出200万的话，按目前的市场涨跌幅度来说，给你300万确实不为过。但是你这个中院在过去很常见，我们常见的冤大头是1元，而中院就相当于是5角，重量刚好是冤大头的一半。按银本位兑换的话，2块中院在过去啊才通兑1块冤大头。哎，你也别整那么多没用的。如果常见的话，那为什么别人家里都没有啊？常见的话，应该到处都是。那个在过去啊，确实是比较常见。现在家里边有的人确实不多，主要是有2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就是中元的含银量比较低。我们经常说银元实际是9银1铜，但过去的造币厂啊，它为了开源节流，有时候会在这个含银量上下文章。就说这个中元，它实际的含银量只有80%，含银量低，自然啊，它这个银色就不正，所以过去人啊都不愿意要中元。自然而然的，第二个就是只发行了一个3年的年份。你看袁大头有3、8、9、10 4个年份，中元就发行了1年，所以存世量它相比袁大头而言就少很多。这些银元啊，在以前都是家传下来的，用的人少了，自然也就不常见了呗。那你说的是巧舌如簧，关键是10年前我爷爷都找网上专家都鉴定过了，这个中元就是真品。古品罕见品，3品合一的，最低价的值200万。当时立马给我钱我都没卖，你知道吧？哎呀，网上的专家不可信啊，他们给你开价报200万的高价，就是想要你的这个鉴定费。鉴定费并不高，鉴定一次才800块钱而已。800块钱还不高吗？10年前的800的鉴定费已经非常高了，咱们供我入盒才100块钱。你就 PCGS 人家国际通用的盒子才收200-300，你这个银元说实话压根就不用鉴定，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你就单看它的边齿就行了。中元的边齿比较特别，和其他版的银元啊边齿不一样，边齿这个流动痕迹确实比较明显，但是整体壁面并不差呀。原像的发丝、耳朵、肩章是检验中元状态的标准，可以说是没什么磨损。夹颌面的话，种子只要不弱打，都是好中元。你这个中元我没看到有什么毛病，就这个品相给你报价的话，1万块钱的市场价吧。你别给我开玩笑了啊！没开玩笑，我要价300万，你却只给我1万，对，还1呢，这价钱看了我有点接受不了。你这不叫砍价。这哪是砍价，这就是真实的中元市场价。现在挂着300万左右的银元，必须得是样币了。只要是流通过了，都不会有这么高的卖价。真正罕见的银元啊，你就像现在的北上广深的房子，老一辈没留下来，我们普通人啊也很难去预习。我觉得你鉴定的有问题。少300万，我还真不想卖。算了，我还给我吧。那行，再找个有实力的商家吧。早日祝你找到有实力的商家，多比较比较，多打听打听行情再说吧。今天就1号节嘞，我同学送我10块石头当礼物，说是把我当亲兄弟对待。哇塞，你这个同学果然对你够亲的啊！这10块，这可不是什么石头啊，石头哪有这种造型啊？再说石头也不是这个颜色啊，我感觉也不是什么石头。我同学说他是在家里拿的，今天送给我了，那也就是我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你还得妥善处理啊。看造型的话，这种是明清时期的碎银锭，你看它这个锭面都带这种螺丝纹，大小啊这都有一定的重量。你像过去啊都是以两为单位，这种小1号的是1两、2两，这种大的也就是3两了。正儿八经的雪花银，你拿这些准备卖了吗？这是他昨天送给我的6一礼物，我还没来得及给他买东西，卖了我就给他去买点小礼物。我看你们这是属于年龄不大，礼尚往来的这种观念还是一套一套的，主要是你们年龄小，彼此之间啊可以赠予一些学习用品之类的东西，对吧？没必要非得拿家里的东西送人，一是不知道价值，二是啊这些银锭也不是你们这个年龄所玩的。
对呀，我要他们就是没什么用啊，正好换点钱，我准备给他买一套书送给他。那你们这来回瞎折腾是图的啥啊？既然别人送你的东西，你就不能随便乱卖，你要把它收藏起来，留个纪念什么的。昨天才送给你的东西，你今天就转手就卖掉，这也太不合时宜了。我跟他说了，我确实要他们没什么用。再说我不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吗？因为我也没有太多钱去买书。按你这个年龄，确实没有太多钱去买这个书。与其来回折腾啊，倒不如把这些碎银锭原封不动的给它还回去。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啊，就挺好的。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太多意思了。你见过谁送给你一个本子，然后再给他送回去？跟你说实话，这样的事儿太常见了，礼尚往来啊，其实就是增进感情的一个表现。以你们这个年龄，还不能完全去支配啊这些银锭。这种明清的碎银锭啊，虽说价值不高，但是存世年限却很长了，距今少说也得有好几百年了。乖乖嘞，好几百年了嘛。对啊，没有500年，这也得有300年了。因为这种造型在明清那个时候啊，它是当时的主流货币，过去是银本位，都是用这个银子来完成交易的。你不要看他们这外形上，对吧，有点发黑，它的含银量可是998，在过去被称为雪花银，纯度啊，它就像雪花一样白，也就是说它的含银量很高。毕竟银子价钱便宜，关键是它的这个古董属性贵。因为你拿这10个，虽然说这锭面没有落款，纯素锭，但保存的你看一下都非常完好，属于可收藏的品相。就这么给你算吧，10个的话，现在怎么说也得有1斤多，就按21克，这一堆儿，这都1万好几了。啥呀？这一些破烂石头能卖1万多？对啊。这价值也太高了吧！我从小到大的压岁钱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像这些银锭啊，根本不是你们这个年龄啊所能玩的。第一，这些银锭这都是过去的古董，所以价值很高。第二，即使啊这些东西你送给别人，这东西肯定得经过大人的同意。你同学肯定没有告诉他爸妈，就把这些银锭送给你了吧？他肯定没有告诉叔叔阿姨。我是他爸妈的话，我也不愿意把这些给送人，毕竟好歹1万多块钱呢。你说这最后一句话可说到点子上了哈。虽说这些东西啊，貌不可扬，但是好歹他们值1万多，就冲你这关键性的一句话啊，你也不能把这些银锭给他卖了，更不能啊要他的银锭，赶紧这个原封不动的给他还回去。6·1儿童节啊，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啊，不一定啊，非得要赠送东西。你说的太对了，他不给我这些东西，我们也是好朋友。好，给他拿回去吧。啊，老板，我这有一块家传的金锭。金锭，我这一查资料啊，竟然是康熙年间的。我也不管它值不值300万了，急用钱，100万卖给你了。这上面写的确实有字儿，康熙27年，山东济南府卷书。这先不管它字体怎么样，就说你这个金锭，这如果是真的话，这可远远不止300万了。我都无所谓了啊，因为这块金锭啊，是俺女朋友家的，反正他爸已经找网上的专家估过了，值300万。我觉得跟耍猴似的不靠谱。可被你说着了，网上的专家有时候这个估价确实不靠谱。首先他这个连真假都没给你看出来，上来都给你报300万，这个醉翁之意明显不在酒。就单说上面写了，你看10两黄金，真正的黄金这么大又这么厚，怎么可能只有区区的这30-40克嘞？这多重的话啊，我还真没有称啊。反正啊，就是我急用100万救急。我准备啊变现换点钱花。我看这个金锭外观是挺好的。那这个外观看着确实没啥问题啊。这种外观的形状是束腰锭，中间窄，两头宽。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也别生气。就像这种束腰锭上面的字口，它这是属于驴头对不上马嘴，因为束腰锭啊都是明朝以前的锭型，而你这上面写的是康熙27年，这很明显是清朝的时间点啊。你说这个时间点吧，我不知道。我准岳父大人说传几代人的时间了，而且已经找专家给我看罢了。我感觉啊，值个100万没啥问题。这个首先啊，这个还是他这个时间点的问题。那岳父大人找了这个专家，我感觉有点不太靠谱。
因为现在网上专家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不相信他，对吧？我感觉你应该是那种人间清醒啊，对吧？因为这个网上专家现在他这种骗局啊，也不是啥隐瞒的事了，通常他们都是以报高价，以高价吸引你的信任，然后再利用你对这些股东不懂的心理，借机骗取你后续的各种费用。反正我感觉吧，他们给300万有点扯。这都按黄金卖，也就是个10-20万。那是按黄金溢价5倍来说啊，也就值个100来万吧。那其实股东溢价也不完全是这样算的，物以稀为贵。你像清朝的金锭比较少见，尤其是像这种带刺口的更少。你像拍卖会上都没有这种金锭，所以说就单看你这个束腰锭上面带刺啊，就凭这一点它就不会便宜了。对呀，你看值多少钱，老板卖给你了，卖给我。还是那句话，首先你这个金锭，我感觉它这个材质不是黄金，因为重量达不到。我先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啊，你看听着也像金属的，但不是过去的黄金。你看，镶金铺大银，黄金啊，它不会有这么响，知道不知道？这一听，我听着像这个银子的声音。还有。另外就是你这个，你看，虽然说是外边是黄的，但是你看通过它的刺体来看，里边发白，看到了吧？有可能是银子，这是第2个点。第3个点，因为过去啊，它这个砧刻都是纯手工砧刻，还有你这上面的字体也不一样。你看，康熙20年、27年，山东济南府绢书啊，这个书打错了，包括金锭、10两整、10两，你包括它这字体啊，也明显不是过去的字体。所以说，综合这几个原因嘛，我这看你这个锭子是有问题了啊，有可能是现代的艺术品。没啥问题，这俺老丈人都传了好些年了。我知道，我现在感觉着，如果说是银子的话，外边镀一层黄金，或者是怎么着，也就市场价也就一个银价1000多块钱。这啥意思？这你都给我1000多块钱吗？对，我给你估的市场价大概也就是1000多块钱。你别给我开玩笑了，你拿过来吧，你懂不懂啊？你没事，你回去问问那老岳父，问你老岳父看搁哪来的都知道了。这几天啊，我发现一个问题。我老爸从退休金买了一块银元。我怎么感觉到他是不是遇到了骗局啊？用退休金买银元能会遇到啥骗局嘞？现在这个银元价格很透明啊，我看看啥的吧。贵倒是不贵啊，好像才几千块钱一样。因为平时我爸这个人啊，花100块钱，他必须得再给我报备一样，这下子花好几千。那你这可够孝顺的，这花100还得给你报备，看来你这管老子管得挺严啊。不过请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恁爸买的这个大清玄三，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那大开门，那就是真的就行啊。对，我就把它买到假货，你知道吧？因为他对这些银元啊啥都不懂。那是年纪也大了，还属于小白那种。其实像这种盒子币还好，你即使看不懂银元真假，你可以打开官网仔细对比细节，它这个细节一致，它就是真币。不过你这个大清玄三状态还不错，你看币面这都是带一眼开门的包厢，官网非常好对比。你买一块，其实你再出手也赔不了啥钱，因为大清玄三现在也不贵啊。关键问题就出在这儿了。这块银元自从他前天买了之后啊，今天就在这家里说自己发财了，说最少能卖70万了。想卖70万，那确实太离谱了。这上了年纪的人啊，其实他和小孩的思想差不多，都有那种一夜暴富的心理，那是捡大漏的这种想法，很不切实际。你想想，这才从别人手里边几千块钱买过来的东西，咋可能一转手就能卖100倍的利润呢？那所以说我今天来请教你啊。这银元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漏捡呢？那是，这银子不是才几块钱一颗吗？对呀，我们常见的银子确实是6-7块钱一颗，但是像这种银元啊，他们都是晚清那时候发行的，那距今已经100多年的时间了，存世量比着以前少很多。你放到现在已经是5级文物了，一块银元，你看上面写了26.8克，你看银价的话，对不对？才100多块钱，谁会卖给你呢？所以现在银元它不按重量算，值多少钱啊，都是看它的状态和这个版类。对呀，我相信这几百块钱也买不住啊。对，但是他几千块钱买的呀，
也不至于说一块能卖70万啊，这也太夸张了吧？确实是很夸张。结合着恁爸遇到了这种情况来看啊，极有可能恁爸是遇到网上那个专家骗局了。先说你这个大秦仙山，首先已经入这个公播的盒子了，真假这搁着盒子看啊，完全没问题。大秦仙山啊，是属于龙阳3剑客排名第2的这个中央龙，而你这个你看尾巴已经出云，是属于深斑龙，深斑、前斑、带点斑，3个大秦三山斑里边最贵的是带点斑，所以你这个深斑龙啊还是比较常见的。评级盒子啊，你看给的是 XF45分，XF 就是笔面流通过，45分就是它的整体状态没品的意思。你让我看啊，这个大秦仙山，其实首先看的就是它这个花枝和龙鳞整体状态还不错，符合通过45分的状态。以我看啊，你这个仙山也就大几千块钱的市场价吧。我想到也是啊，那别人几千块钱卖给他，对。肯定这中间从中间要再挣点钱。那是，如果真值70万的话，别人不可能几千块钱卖给他呀。你说的太对了，真值70万的话，别人不会几千块钱卖给你。现在都啥时代了，它不像过去没有手机，能值多少钱大家都不知道。现在能值多少钱啊？手机上网一查都知道了。那爸应该是受到网上专家的蛊惑了，他们的套路啊，就是提前给你报高价，然后以此骗取你的信任，从中骗取你的各种鉴定位置来了。少则几百几千，有的上万，甚至是几万。可被你说着了。这个月的退休金取出来之后啊，都没有交给我，还说过几天准备外出一趟。我感觉这里边绝对有问题。那确实是有问题。按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是尽量防止他去做一些不必要的事儿。明知道是骗局，再给别人去送钱花，真不值当了。况且老年人攒钱也不容易，你还是回去好好的劝劝他，及时止损，这才是你最重要做的事儿。哎，回去我给他好好的说说。对，给他说说，给他说说。俺那个媳妇儿啊，真有点笨。明明银元比银疙瘩贵，他就像个不识货的人，啥大往家里摸啥。我看你这3样是银元和银锭。具体啥罪之前还得具体分开来看。来，我看都是啥嘞？这根本都不用分开看啊！这肯定是银元罪之前啊！我听说过，一个银元值几百万的都有。这银疙瘩不都是按斤称的吗？你先别着急下结论了。我看你这是2块银元和1块10两的商锭。依我看，恁媳妇选这是对的。这个10两的银锭啊，明显比这2块银元超值啊！超值啥呀？都银子不值钱1颗好像才几块钱。对。这1斤又咋着嘞？1斤银子能值几个钱？你这10两银锭可不是1斤银子啊！那你按银子卖的话，确实不值几个钱。但是你这锭子品相不错，你看这字口挺清晰的，而且还带彩。而你的另外2块银元是一大头一小头，很明显他们俩就不在一个档次啊！怎么会不在一个档次呢？几百万的银元到处都是。这一个疙瘩银子，市面上金店里面，不到处都是吗？哎呀，你这思维有问题。几百万的银元确实有，只可惜你这俩不是那种币种。金店市面上确实有很多银子，但是他们又不是这种古董，简直就没有可比性。你这3样东西这是咋回事？俺媳妇儿给他哥分家嘞。平时啊，他哥对俺老丈人并不好，所以俺老丈人叫俺媳妇儿先选。所以我想选一个贵的。那你这么说的话，我都明白了。其实恁媳妇儿选的是对的。并不是一味的越重越贵，而是对比你这俩银元来说，这个银锭肯定是超值的。因为啥吧？因为你这俩大小头啊，币种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袁大头，你看还带一个斑，你看甲和叶，它这个是碧芒，这是典型的酒精，但是发丝啊不是太精细，市场价大概1500的样子吧。不会吧？1块银元才给我1500，对，做的那么精细，不得好几万吗？说不定另外一个贵吧。另外一个更不行了，这种小头啊是咱币圈里边最便宜的银元，你这个也没啥斑，好像还清洗过，笔面看得很清楚，状态还不错，价格说实话不过钱。你这是专门给我做对了吧？没有。咋我认为贵的银元到你这儿都说恁便宜呢？便宜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大小头啊发行量比较大，你看大小头2个加在一块儿，这都是10来亿枚的存世量，现在分版分的又比较细，所以各有各的价格。反倒是你这个10两的银锭，首先这个年份啊比银元发行的时间长，铸造存世量就少很多了。它这个含银量是血花银，并不是以重量来衡量它的价值的。首先你这个刺口，你看
比较清晰，典型的山西商定。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山西的商定嘛？分量足，普遍的山西钉子它不缺斤少两，然后就是味道足。你看它壁面带彩，让人看着非常舒服，而且钉面整个流动痕迹很少，看不到有什么明显的磕伤之类的。这说明啊，在恁家保存的比较好。就这个状态，我看轻轻松松卖个1.2万3也没啥问题啊。看来还是我不懂，我以为俺媳妇儿啥都不懂呢。谁知道咋管恁值钱呢？说白了，主要是咱普通人懂这个银元银锭的太少了。这个恁家反正也没外人，大概价值啊，他们3个基本上就这样。具体咋分啊，我感觉还是兄妹俩坐到一块儿协商一下，公平公正，最好啊不至于以后留下画饼，以后再见面对吧就不带劲了。你不懂，俺大舅哥他不孝顺，按理说这一个都不想给他，这还是俺老丈人网开一面呢。说实话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具体该咋分，还得以你们家的这个实际情况。这个多孝敬父母了，理应就得多分点；不孝顺呢，他就少分点。反正这3个东西大概价值也就1万多块钱。我感觉啊，别因为这点身外之物伤了兄妹之间的和气，这才是最主要的。你说的对，我都知道了，谢谢你的鉴定。没事，拿着。10年前俺朋友用1个银元给我换了1只银手镯，现在他又不认了，想让我赔他的银元嘞。说实话，用银元换银手镯，这是不划算。但是这是过去10年了，又翻出来了。您这个朋友太不地道了。来，我看啥的。他这个人呐，这人没有一点诚信。这事儿都过去10年了，也不知道听谁说的银元贵了，又来找我的事儿了。哇塞，你这个银元这是招币中长，怪不得那朋友现在不认账了。这是常见龙阳里边最贵的币种，而且币面还不带戳记。你都不知道我朋友这个人，他就像墙头草随风倒，哪生钱他专门往哪儿跑。他换银手镯的钱还是我掏的嘞。说实话，10年前银元便宜，那时候都流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要么去金店给别人换购。可关键恁朋友这个是招币中长，而你拿过来的这个又没啥毛病，它不像这个银手镯，虽然说银子重量都一样，但是价格差距它现在都特别大了。你都不知道10年前我都不想要银元，他给他媳妇去换手镯那100多的加工费都是我掏的，我另外又多给他100多。你这里里外外相当于是300买下来了，是吧？搁10年前不吃亏，那你放到现在更不吃亏了。说实话，现在银元价格太好了，你只要他要求不高，你可以稍微满足一下他。你不知道他这人有多狠，银手镯不带了另外张口给我要2000我这是哑巴吃黄连呢要么把银元还给他。那你按理说，你这个朋友确实过分了。当初如果不是你替他付款，恐怕他这个手镯给别人换不成。他即使给别人换了，你说哪有待10年又反悔嘞？人家今天肯定也不吃他那一套啊。不过你这10年这个赵总保存的还挺好，看在银元里面呢，你把钱给他不就行了吗？他是上个月才听别人说银元涨价了，2000块钱给他，还不如把银元给他了。那你银元给他，那你就吃大亏了，相当于是这个银元在你手里放了个寂寞。再说了，这个赵总现在2000也买不来啊，你完全给他可以给他2000，剩下的钱自己支配多好啊。说实话，我也是不懂所以来找你姑姑家，看给他2000合适不合适还是我给他银元？那肯定是给他2000合适啊。一般像这种赵总啊，是我们常见银元里边最贵的，相当于是流通银元里边100块才有其中1块。赵总还是龙阳3剑客之首，你这个赵总状态非常不错。首先壁面你看带一层淡彩包浆，赵总主要是看他的鼻子高挺，而且龙鳞也没啥磨损，两面字口保存的也非常完好，这状态肯定是在通货以上了。另外10年前你换了这个手镯了，这个也算1-20克的银子而已，虽然说它这个含银量比银元高，但是现在银子便宜啊，1克才6块钱，20克的话才100多块钱。这毫不夸张的说，你这个银元能买这种银手镯1-200只的样子，一点都不为过。乖乖来，听你的意思，银元都上万了。对，那为什么10年前价值一样的2样东西，现在却差距那么大了？那说实话，10年前它价值也不一样。赵总10年前价位都上千了，只不过人家朋友不懂，想着同样是银子，添点钱给别人换个成品回来戴戴。而这种银首饰啊，它这种戴过来
和成品首饰它之间就差一个工费，目前价值也就一个银价100多块钱。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肯定要银元。对，大不了给他2000块钱。对，怕都怕以后他再找我要钱。其实你这个朋友办事不地道，很明显啊，这个有出尔反尔的表现。你为了防止他以后再给你来耍赖啊，我建议你还是防着他呀。给他2000块钱的时候，给他签个协议之类的约束他，要么你就给他来个善意的谎言，你就说这个银元10年前就卖了，你赔他2000块钱，也算是对他一份补偿。你这样做绝对没啥问题。你说的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我还是防着他点。谢谢你啊。没事，还拿好银元。我这个兄弟出手太小气了。昨天我结婚，他送了我一块银元。还厚着脸皮在我家白吃白喝2-3天。结婚送银元，这是好事啊！现在一块银元随便买可不便宜啊。来，我看看啥来。好了吧，我特意拿着这块银元去金店问了一下。结果人家直接跟我说，也就20多颗银子，只给我100。你这个是34年的北洋龙啊，100块钱它是按银价折算的。我只能说你去错了地方，100块钱现实中你可买不来啊。你也不用替他打马虎眼，人家金店说的很清楚银元含银量只有80%多。对，这可让我恶心坏了。这有啥可恶心的？银元含银量确实是9银1铜，为了就是防止在流通的过程中生了磨损。你不要在意它的含银量，你这个都已经评级入盒了，要看分看状态。AO53高额头暴龙鳞，这是一块状态非常好的北洋龙。你提起我这个朋友，我这心里就难受。当年他结婚我随1000，中间又赶上他生孩子，我又随1000。我听明白了，那朋友办了2次事，你随了2000，而你对这个银元又不懂，去金店一询价只值100，这心里边立马感觉很失落。我看你们这里边啊有大误会啊。绝对没有误会我昨天实在是忍无可忍当着很多亲友的面我直接给他翻脸了他也承认了就值100块钱。他当着你的面承认值100，那是给你在找台阶下。你想想2个人吵架抬杠，争得脸红脖子出来，再说你当时也在气头上，情绪肯定变得失控了。况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你争论，脸上也不好看啊，毕竟你才结婚。我感觉他倒是理亏，因为他本身就很小气，况且我都找人估价了他再争论脸上也没有面子。你说现在结婚100块钱咋好意思拿出手啊？那你现在朋友结婚随份子掏100块钱确实拿不出手了，况且他之前办了2次事，你好歹也随2000了，按照规矩他最低也给你随2000，或者再给你多拿一点吧。可被你说着了。通过这件事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小气。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我看你这情绪也发泄完了，我简单来跟你说一下你们的误会啊。首先，朋友送你这个银元，算是对你婚姻的一份祝福。银元谐音姻缘，寓意着你们的婚姻美满。你搁以前那都是长辈送给至亲用的，因为根本的原因啊，就是银元不便宜。所以说，那朋友送你一块，但是你这个好歹是一块北洋。首先真假完全没问题，这都已经评级入盒了，典型的34年北洋长尾龙。首先公播给的是 AU53分，说明它这个底板是 AU 状态的。AU 状态就说明它这个底板好，你细看的话两面很少有流通痕迹，这个分数啊在北洋龙里边已经是很不错了。北洋虽然说是长尾，但是状态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它这个龙鳞可以说是全龙鳞，典型的高额头。高额头啊，说明它没有怎么磨损，两面的字口你看都是全深大，也算是全内齿了，而且壁面也是传世老味道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呀，就你这个状态的话，市场价没有4-5千，恐怕你也买不到。啥4-5千？对，真有那么高吗？对呀。那为什么今天给我估100，还说银子银元不纯？对，这就是你们误会了根源所在。因为很多金店员工啊，对银元的价值不懂。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银元的含银量80%多，他说对了，价值100，按银价报了，误导你了。所以啊，你这是误会那朋友了。我听你说的不像是假的，难道我真的误会俺朋友了？你可别忽悠我！我咋可能会忽悠你了？你确实是误会那朋友了。这么好的银元送给你，却遭到了你的误会。那朋友没有反驳，就说明啊，他等着你道歉了。赶紧拿回去给他去道歉。哎，是的，是的，你说的对。
不懂形势真是耽误事儿，谢谢你啊。没事。老板，我这手里有一块皇帝头像的银元啊，听说是非常少见啊，别人家都是一条龙，我这可是2条龙啊。你还真别说，你这个银元确实是双龙，上面写的还有字“光绪皇帝遗像”，那背面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头像。我没骗你吧？啊，我这块银元正儿八经是家传下来的，含银量为100%，用牙咬都能咬得动。这号的银元，你为啥要用牙咬嘞？就是现在银子软啊。银元的银子其实并不软，它是9银1铜配比而来的，防止呢就是在流通的过程当中容易磨损，所以说含银量100%有点夸张。通过笔面来看的话，确实是银的，但是这包浆并不老啊。我说阿姨给我都6、7年了，他去世之前留给我的。如果不是孩子准备买房子的，我跟你说，我都不轻易拿出来卖。爷爷才给你6、7年，这可算不上家传啊。一般家传的银元可都是过去祖辈们使用过的银元，因为过去的币制改革啊，废除银本位之后，使用法币，老一辈人留下来的才算是家传。拿这个买房子有点自不量力了吧？啥呀？咱这边的房子便宜，我儿子是个美术生，我准备给他在杭州买房子。杭州那边的环境好啊。你先不要扯那么远，我知道这个美术生啊，平时学习开销比较大。是的。一般家庭供应的话，确实是花不少钱。对。在杭州买房那可不便宜啊，2居室少说200-300万，位置好的核心地段估计会更贵啊。贵不要紧。我爷给我留这块银元，这不是顶着了吗？比那个慈禧寿制双龙还少。你连寿制双龙币都知道，可见你对银元多少还是有了解的。寿制双龙币它是属于样币，那块币是当年有些人为了讨好慈禧，在他60大岁的时候做出来的。同样你们俩都是双龙，但是让我看来却没有任何可比性。为什么没有可比性？寿制双龙币好像都几千万一个了，我这个只要1000万就行了。1000万，你随便拿出来一块银元，上来都要这个价的人确实不多。我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可比性吧。寿制双龙币它是属于样币，样币就是固定发行一定数量的银元，而你这个双龙币是属于一兆币，发行的年份大多数为民国时期。仅凭你这几个字，你看光绪皇帝遗像这6个字就足以说明上不了台面。哪有遗像来铸造银元呢？真正印有皇帝头像发行过的银元，其实在咱国内只有一个四川的卢币，那种卢币是属于半元，价格也并不高。虽说1兆币你这个存世量不大，但毕竟是属于个人通过想象做出来的时代产物，无论是设计还是收藏，算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币种。想卖8位数难如登天。你也不用出于纪律挑剔了，想看见就直接说吧。你说几百万，我也可以考虑考虑啊。你完全是误会了，不存在任何挑剔之处，卖7位数也难。我仅凭这笔面上的包浆，就看你这个银元也不是民国那时候的东西。银元你随便放个几十年，不带有这种包浆来。你看它这种发黑的包浆比较浮，很容易就做就出来了。还有你这个边齿，你细看一下，也比较软，整齐划一。看着也不行，除了你这个银元是银子之外，其他我并不看好。大概价值的话也就200块钱一大管。200块钱？对，你别逗我了。没有200万，我恐怕在杭州也买不到什么好房子。你说的对，200万在杭州买房确实够呛，因为你这个银元我是整体看着不舒服，有可能那爷在这个之前在古玩街买了。因为这个真银假币它也不需要太大的这个技术含量。如果真是民国那时候的1兆你放到现在最起码，对吧？币面如果说是开门的，卖不了几百万、几万、几十万，它这个市场价还是有的。算了吧，你也别几万了。我听见你说别扭我的银元，我都生气。你还是赶紧放给我吧，我找有钱的人买一句。那行。叔叔，我这里有一块1元大号硬币，上面写着1元，可是我没见过，你看能不能换20块钱？你没见过就对了，这可不是什么大号硬币，这是100多年前的银元，而且还是一块下5星。那你为什么要换20块钱呢？我平时在学校里给别人跑腿买零食，跑1次腿挣5毛钱，这是我跑40次腿挣过来的。怪不得你张口要20块钱，原来是事出有因。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这块银元对的话那街边的小卖部都能买下来，
因为这个是军阀币下5星，比着我们常见的小头啊，发行量上少之又少。你这年龄不大，请有这个经济头脑，学校里怎么会有跑腿呢？我们学校里跑腿买零食的可多了，因为他们中午在学校里吃饭，出不了学校，买不了零食。哦，我明白了，相当于是你同学出不了学校大门，而你中午利用这个回家上学的时间，顺带啊替他少买点东西，提前商量好的，一次给你5毛钱的好处费。是嘞，就是这个样子。我一学期帮我朋友买很多次，挣了钱我都没舍得花，我要给我妈买一个生日礼物。孝心倒是可嘉，利用这个业余的时间给别人跑跑腿儿，相当于是提前踏入这个社会，体验生活。但是爸妈啊，应该还是希望你好好学习，毕竟替别人跑腿儿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咋不光彩啊？我就是通过劳动自己挣钱，又没有耽误学习，而且还替别人做好事。做好事可能谈不上，因为你跑腿儿拿的有别人的工钱。再说了，学校上课也不允许带零食过去，况且你挣的这下5星的这块银元啊，这卖的话远远超过了20块钱。是我朋友给我的，我对这也不懂。你看看超多少钱吧，我下次给他替跑腿都可以了。你还真别说，你这个人啊，还是挺有原则性的。知道这个多退少补的道理。恐怕这个价格收出来之后啊，在接下来的时间，你就得给别人一直跑下几腿。有那么夸张吗？你可别吓唬我。肯定不吓唬你啊，因为这块银元啊，它不是普通的孙小头。你像普通的孙小头，一块才600-700块钱。600-700块钱，那我朋友给我这个能值多少啊？肯定要比600-700的贵很多。而你这个比着这个普通的孙小头就多了下面这2颗5角星。普通的孙小头啊是6角星，它在上面这个位置，而你的在下面。随便拿一个孙小头做一下对比，就可以对比出来，这是它和普通的孙小头唯一的区别。为什么贵，就体现在一个字：少。像常见的孙小头，它的发行量都几亿枚，而你这个发行量太少了。这是孙小头啊，当时第1个版做出来的银元，当时啊也就发行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它这个存世量就可想而知了啊。另外，你这个下5星啊，虽说壁面你看除了它这个头发丝你看有一点磨损之外，其他的整体品相还是不错的。就仅凭这个状态让我给你估价的话啊，我感觉啊最少也得5万左右。5万？那我跑腿得跑多少趟？你这个价格说出来我就有点害怕，我该怎么办？你先不要害怕，我给你算一笔账啊，就按你5毛钱一趟的话啊，一年你可能跑365趟啊，能挣180多块钱。你用5万除以180，恐怕你把这个余款全部用完的话，恐怕你至少还得跑200多年。200多年，人一辈子才活多少岁啊？我这朋友也是的，一下给我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这朋友也是的，一下子给我那么贵重的东西。所以啊，一算时间，连你自己都害怕了。这些军阀币啊，其实不是你们这个年龄该拿的东西。你这个朋友啊，肯定是在家里拿的他爸妈的，你也别卖了，你这花20块钱也没什么意义。你把这个东西啊，还老老实实的还给他，毕竟啊，这都是好几万的东西的。你说的对，这太贵了，我现在都找他去。对，你好好拿着，千万别给人家摔了，好吧？好的，谢谢你。俺媳妇家传下来4块老银元，这都是当年末代皇帝赏赐下来的啊。你看这4块能不能卖100万？末代皇帝赏赐了，绝对不会有差评，能完整的放到现在，价值不会低落。来，我看看都是啥的。跟你说实话吧，当初跟俺媳妇结婚啊，都是为了这4块银元才跟俺媳妇结的婚。没想到这100万来的这么容易啊！为这4块银元专门跟你媳妇结婚，你这是心有所图啊！但是我看你这4块银元，这都是常见的龙阳大小头啊！你可不要蒙我是个小白啊！我都已经找专家给我看过了。这里面带的都是有好版的，绝对是好东西。哎呀，这里边确实有带版面的。你看这个9年，这都不是普通的9年。第2片嘉禾叶为壁芒，这就是一块9金。其他3块我倒是没看到有什么版，不过好在壁面状态包浆不错。但是你这张口要100万，这多少有点像白日做梦啊！
看你说的，我从来不说白日梦。我跟你说这话，我是有依据的，知道不知道？俺媳妇儿主上在末代皇帝手下当差，一直都没舍得卖掉。你可能对银元不太懂，因为像你这些银元比较常见，能值多少钱，并不是谁之前用过，因为他们都是流通过的，都有市场价，不是价值百万的种类啊。咱这小城市啊，还是没有大城市的价钱高。你像这北京的专家给我估价啊，100万。他说毕竟是末代皇帝用过的。哎呀，我发现你确实对银元不懂。末代皇帝溥仪是1912年退了位，如果你带一块他带过来表，对吧？就像那种限量的，你放到现在绝对是价值不菲，或者是发行量少了军阀币，4块的话，如果都是飞龙啊，卖个80万也很正常。但是你拿过来的这3个币种存世量太大了，北京的专家给你报100万，纯粹啊是想忽悠你后续的费用，你可别当真啊。看你这话说的，我感觉你是很不负责任。俺媳妇家虽然说是农村的吧，但是都知道，是末帝皇帝传下来的。农村人大多数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基本上家里边有银元的毕竟在少数，有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吹吹牛，看看大山也很正常，确实不是百万的币种。那咱俩直接开门见山说明话吧。我怕100万卖亏了。所以下来上你这儿叫你给我估估价。你说值多少钱吧？100万倒是卖不亏，怕就怕你上了专家的当，因为他们的真实价值确实很便宜，里边虽贵了，也就当属你这个北洋龙典型的34年长尾。首先啊，没什么版，34年里边最贵的啊，当属那个卷山骑士艺术字，很可惜啊，你这也没什么值钱的大版，唯一好的就是它的褒奖。排在第2位的就是刚才跟你说的这个带版的9年精发。一般9年啊都是初发、中发，而最精致的版就是精发。精发的设计就是整体壁面看着非常舒服。而你这一块好就好在它这个包浆上了，原味带点缓酱彩。剩下来这2块小头，2块不同的味道。一块壁面你看多少带点光，另外一块这个就是纯黑色原味的。很可惜啊，这2块也没什么版。说实话，你这4块银元啊，就相当于是我们个人家里边最常见的银元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4块加在一起想卖1万，我感觉啊就够呛，所以100万你都白想了。啥？1万都给不了我吗？对，你这开的价钱也太高效了吧！看来你就是把我当小白了。没有，和网上的专家错的价钱，这可不是一般的多啊。那你和我100万比的话，好歹也差99万之多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会差那么多，网上的专家他们报的价最主要就是针对你这种小白类，经常玩银元的话绝对不会上他们的当，因为这些都是最常见的银元。我从来到现在，你给我说的银元就是比较常见。对，我看你是啥都不懂，这么贵的银元竟然给我报那么便宜。咱俩也不抬杠了，具体这4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啊？一时半会儿咱俩沟通不了，建议你呢多去实体店多转转，多问问就行了。我还是不问你了，我还是直接去北京找专家给我看吧。你这啥家我也不懂。那好吧。我有一套房啊，给邻居换一块老银元。我邻居说清洗干净了，至少能多卖2倍的价格。有些银元啊，清洗之后确实能拨分多卖钱，但是用一套房换的银元应该是不得了。来，我看看啥的。确实是一块非常漂亮的银元啊，而且还是一个好版。我这洗了之后啊，我看着更加漂亮了。你说的那神秘，我还以为是啥银元呢？这个是9年的袁大头，确实是一个好版9金。这用一套房子换，那你图的是啥？我家的那2块瓦房不值钱啊，大概啊也就是1.8块钱吧。正好我家里也没有老银元，换回来一块玩玩。那2间瓦房都那便宜了吗？农村的老房子，再是农村的房子，换了一块9金，你这心也够大了哈。确实是一块清洗过了，不过你这个发丝还好，你这清洗的还算干净，好在这个底板没伤着底板，洗干净啊，能翻2倍的钱。在你这个9金上面，并不实用。不对啊，那俺邻居说的银元上面带褒奖，好像去评级干什么的都不会给分啊。像这种干净一些的反而贵。那对啊，其实这个银元贵与不贵啊，主要是看它这个版洗干净啊，或者是带不带褒奖，你这一块都增值不了多少钱。话又说回来，给你一个50分，这又能咋着嘞？
什么咋着啊？我都在网上找专家看过了啊。这一块银元现在值5万。啥？以后越放越值钱。5万？你开啥玩笑啊？真值5万的话，那邻居会拿这个换你的那个1.8万块钱的房子吗？你这都不用想，天底下没这等好事。因为这个银元啊，存世量有限，越放越值钱。具体以后值多少，它是一个未知数。网上专家的话，你别信都对了。你们都是同行，他估的价，你瞧不上也很正常。那今天既然给你拿过来了，你给我看看到底能值多少？其实我们俩估价相差会很巨大，一般像这种冤大头比较常见。你这个虽说带一个板，但是并不是什么值钱的大板，因为究竟它这个板啊，虽说是冤大头里边最精致的一个年份吧，但是要想做到真正的值钱啊，只有2种可能，要么它这个发丝啊是满发丝。必须得是那种钢丝发的，不是顶级酱材，就得是那种顶级远光笔，不然的话很难上5位数，甚至高分才能上6位数。那我这块银元洗了，你这样说，那不洗的话，应该就是那种带酱材的。那你即使没洗，也不会是那种带酱材的。你太不了解这个酱材包浆了。酱材包浆啊，别说你这种小白洗了，就是那个壁面上的包浆，它根本就洗不掉。你看你这个酒精。压根儿就没伤着地板，只能说壁面包浆啊是那种带剥锈的，而且银元想卖高价，状态必须得是顶级的。就说你这个发丝吧，因为9年精发主要是看它这一个发丝定价，你这个发丝不是啥钢丝发，可以说是满发丝，综合状态而言的话，大概2000多块钱的样子。啥？才给2000多块钱吗？对。这个价格给的也太低了吧！我这好歹一套房给邻居换回来了呀。我们给你参考银元的价位，和你在哪里来的啊没任何关系。我们只看具体实物的状态和板，因为银元分板分的现在比较清晰，目前大概也就这个样子吧。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这块银元现在也给清晰了，我邻居肯定也不给我换回来啊。对啊，那我这不是上当受骗了吗？那你这暂时算吃个亏吧。基本上银元最忌讳的其实就是清洗，因为你这一清洗的话，就相当于是改变了它这个外观，和原来不一样了。这个是玩银元最大的忌讳。那我有可能没上当。人家网上都说了5万一个，看来啊，应该是你不识货吧？那行，那你再找别人看看，再转转，多问问。好。幸亏俺家传一块300万的老银元啊，不然在广州买房恐怕首付都不够啊。今天路过你这儿来，看你识货不识货。家传一块300万的老银元，看来在广州买房能帮你个大忙。来，我看看啥来。广州那边的房子啊都看好了，准备3月底去广州签合同。要不是着急买房，不然我也不会卖。买房先不要着急，我先打开盒子看看你这个银元，确实是一块老彩的冤大头，这卖不了300万吧？我去年工作都没咋工作，为了这一块银元去北京找了很多专家鉴定估价，最后敲定的都是300万的这个价。你这很明显有点小题大做了。虽说你这个不是普通的冤大头，你看一下甲盒这个地方贝字开口，然后甲盒也不一样，包括原相，显得很粗犷。这很明显是一块干树板大头，壁面包浆确实漂亮。这种是缓浆材，壁面也是无伤无戳，这给你敲定300万太扯了。你说这话是啥意思？第一，我这个银元摆卖是真的，祖传3代的。第二，专家鉴定了，就是一个好板。你也别激动，这个银元的真假完全没啥问题，这壁面包浆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另外板的话是一块甘肃普通板，你像甘肃3剑客、落叶、曲英、曲壁民，你这都不是。给你估300万的话，这很明显啊，是想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啊。我都没啥钱了，人家鉴定费才收2-3千块钱而已。如果你能给我300万，给你提个5万8万的不算啥。你说这话确实是大方，给你卖300万，提个5万8万的，这都是小钱。但是如果你这个银元卖不到300万，那你给人家2-3千的鉴定费，就显得你这鉴定费太亏了。你想表达啥？你就直说吧。广州那边50平的公寓，我还等着11结婚用嘞。我的意思是你对银元不懂，典型的被别人给洗脑了。11结婚用公寓啊，恐怕是用不上了。如果你这个甘肃冤大头，像专家
真给你能卖掉的话，他肯定为了你那5万8万也帮你找到买家了。你也别磨叽了，主要是北京的专家嘞，他想让我代卖，代卖手续费得先交10来万，我没钱。这都对了，说半天啊，北京的专家还是想往你口袋里边的钱。我先来给你讲一讲这个甘肃版冤大头哈，它这个市场价。首先真假是确定没问题，这种环材啊，确实是甘肃老材，基本上形成的啊都是大西北那边的。甘肃版大头和天津版啊，它这个区别很大，基本上我们主要是看源自开口部这里，像天津版不开口，还有夹合也不一样，因为它这个模具啊是过去咱中国人纯手工雕刻的，显得和别的不一样。你包括背面它这个原像显得也比较粗犷，所以这个版啊和常见的大头有区别，但它确实是一个小版，存世量也比较大。在甘肃版里边最贵的其实是3剑客、落叶、去避敏、去影和明眼，你这个都不是，所以说就便宜了。贵啊就贵在它包浆上面，属于少见的缓浆材包浆。壁面你看无伤无戳，但是也有一定的市场价。仅凭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我最多给你看到2000块钱。2000？对，你别给我胡扯了啊！你觉得我会卖给你吗？300万比2000差整整1500倍啊！你咋好意思嘞？你别激动，2000和300万确实是错1500倍。我只能说啊，我报的是真实的市场价，而专家给你报了那都是天价，借天价来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啊，你可别执迷不悟。你给他们那2-3千的鉴定费啊，已经远远超过了这块银元的价值。所以奉劝你啊，真想在广州买房的话，确实是置换不了这块银元。你到银元给我吧，指望你这2000块钱呢，还不够我生气的嘞。看来你也不识货。好，不识货，不识货。你再转转。专家卖吧。好。俺妹这个人真是得理不饶人啊！俺妈送给我一块银元，她竟也要平分，你帮我1分为2吧。好的一块银元1分为2，实在太可惜了。况且啊，你这还是一个样壁大清长须龙，这品相可以说是无敌啊！管他无敌不无敌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尽管帮我1分为2，分好了我去加工一个银戒指。用银元加工银戒指，款式并不好看啊，而且你这个银元状态并不差，这底板啊属于未流通的状态，包浆啊应该也算是有一段时间了。这如果是真贝的话，价值确实是不菲，你可以考虑变现，你们俩再平分。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拿刀从中间咔嚓一下就解决掉了。反正也是准备加工银首饰的。咱先撇开银元的真假啊，单说用银元加工银首饰，败壁无一例，含银量低，做出来的首饰硬，款式老旧，没有机器做出来的精致啊。你完全不懂。小时候我看我同学戴银手镯，当时我可羡慕了。那是用银元加工一对银手镯，也算是弥补我小时候的遗憾嘛。你说的对，在过去啊，确实流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因为那时候银元价钱便宜，才几十块钱一个，而买一对银手镯得上百块，那加工师傅的工费才10-20块钱，你算下来，用银元加工银手镯能省几十块钱。而现在银元贵了，银手镯它反倒是便宜了。对呀，我把来龙去脉都给他说了，就是想用银元加工一对手镯，给他弥补200块钱，结果他不愿意。是我肯定也不愿意啊！你像现在普通的银元都上千了，而且你这还是一块龙样，最便宜的龙样也得2-3千了。最关键的是，你这还不是一般的龙样，妥妥的样壁大真长须龙。你说那妹她会怎么想呢？我不管他会怎么想，我才不管是长须龙还是短须龙，你就给我1分为2，也别想谁都别想要。哎呀，我看你这长得挺漂亮，但是这情商确实有点低了。好的银元你都损坏了，说实话，恁俩就结梁子了。像这种长须龙银元啊，属于失主样壁，现在存世量啊，全世界范围内也就10来枚的样子。这个凭借你这个状态啊，入皮盒能给个 SP 61分完全没问题。参加拍卖会的话，现在少说也得大几百万上千万的东西了。大几百万？对，乖乖嘞，没想到竟然能值那么多。怪不得天天给我打几个电话骚扰我。对啊，像这种样壁啊，大几百万的东西，你说你准备去损坏加工银手镯，你说是谁听了也不愿意啊，肯定是撵着你要平分啊，干脆你好人做到底。让他给你200块钱，你把这个银元啊完好无损的直接送给他。按你这么做的话，八成是我疯了吧？大几百万的东西我给他，我要200，我图的啥？你先别着急下结论，图一个姐妹和谐就行了。因为恁妈给你这个银元啊，
它并不老，虽说是长须龙样壁，但并不是真正过去的老货。你看它这细看它这壁面压力啊，连我这一关都过不去。还有它这个扁齿，你也可以仔细下一下。这说实话，这都是太软了。壁面包浆也是怪怪的，目测确实是假的，但含银量也不算高，算是近代的真银假币一枚，市场价不会超过200块钱。所以我建议你啊，直接送给你妹妹，卖一个人情，直接给她得了。你这说的前后反差也太大了吧？一会儿大几百万，一会儿200的。我就说我妈也不可能有这么贵的银元呀。那确实，大概行情就这样。一般像这种样币啊，我们普通人确实接触不到。既然恁妹想给你平分，那你就如她所愿，拿200块钱绝对够买一副那个精致漂亮的银手镯，一举两得。手镯也戴了，这姐妹对吧？恁这种关系也和谐了，你说嘞？行吧，就按你这样办了。你这么一说，那就送给她吧。哎，对，给拿回去吧。好，好，谢谢啊。没事。俺家啊，祖传5块老银元啊，听说这含银量比较纯。你帮我看看能不能给俺对象加工2对银手镯。这个银元它的含银量是9银1铜，并不纯啊。用银元加工银手镯太浪费了。来，我看啥的银元。谈个对象不容易，他让我往东，我不能往西啊。而且一再交代我，必须用银元加工银手镯。你这5块银元这都不简单啊！其中这2块龙阳，不管品相怎么样吧，这始终它的纯实量都少。另外这2块袁大头，这也都是甘肃版，还有1块四川大汉标准的西北军阀币，家传下来4块币种。这回回加工银手镯确实是可以了，毕竟现在啊都不流行用银元加工手镯了。主要是俺对象说这个银元的含银量高，他小时候戴的这银元，都是加工出来的首饰，有纪念意义。有啥纪念意义？纪念意义真谈不上，因为过去人手里边都没钱。像你们这个年龄，小时候都流行用银元加工银手镯，那时候啊就是为了省钱。用银元加工手镯，其实银子并不纯。你看银元的含银量，它是9银1铜，做出来的手镯坚硬不说，款式也不好看。你看商场里边现在都是租银，它那个手镯款式都非常好。商场里这不得花钱吗？正好我这有银元，省一部分银子费。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一举两得还真谈不上。你用银元去加工银手镯，不是在省钱，而是在浪费钱。因为现在银元价格比银手镯贵多了。我看你也对这个银元不懂，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把这个银元变现，然后拿着钱再去跟恁对象买2副新款手镯，剩下的钱你们不是现在正在约会吗？还可以干其他事情啊。你这个想法万一被俺对象知道了，他生气了咋办？不会给我闹分手吧？你说说值多少？哎呀，我看你带有自己的主见女孩子都是带红的。我看你也有这个想法。我给你简单的说这2块北洋吧。虽然说这2块北洋都是生龙，但好歹也是龙阳。唯一可惜的就是你这个虎背，你看带2个撮子，但是带撮子踏实一眼开门。另外一块这是江南甲辰，甲辰龙虽然说在江南系列边这个发行量比较大，但是你这个品相也不错。就这2块而言的话，1块2000，一块3000，2块这都5000块钱了。5000块，怪嘞，能买那么多？对啊，好像今年打2副手镯是几百块。对啊，今年再好的款式，那银手镯才几百块钱，你不比不知道，一比让你吓一跳。还有你另外这3块，刚才我说了，就像你这2块不是普通的大头，这都是甘肃版。你看甘肃版，这都是贝字开口，而且你这2块也是无伤无戳，整体都是通货状态，也没什么毛病。这2块的话也能卖个小3000。另外一块这个四川大汉壁面，而且还带彩，也是无伤无戳。说实话，这个四川军阀币现在的存世量也并不大。之前的价格挺高，现在和这个甘肃差不多吧。这3块的话也将近小5000块钱了。听你这么一估，我都心动了。用银元加工银手镯，确实太浪费。对，差点我就损失几千块。不做对比确实不知道里边有那么大的区别。不懂了还以为这个银元的含银量高。其实这个银元就是9银1铜，它的含银量并不高。
还有就是你再对比它这个款式啊，它这个手工做出来的手术啊，永远和这个机制的款式没法比。更重要的是，你买了这银元，手里边还有余粮，对不对？你这相亲干啥，对不对？还敢干其他事情，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啊。啥都不说了，老板，你真是个实在人。你这一估价解决我2个问题。等会儿我买2包烟让你抽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不会抽啊。不用客气，谢谢你，老板。没事没事。真没想到娶个媳妇回来一肚子气。这大过年的让我气得手抖。1万块钱的彩礼就换过来杀破银元。你这下1万块钱的彩礼，说实话是真不多。带过来3块银元啊，你这未必就吃亏啊。来，我看看你啥样的银元。你不知道这里边的内容，你先让我看看，就是看看真是真假啊。这如果银元是假的，我必须得回去跟俺媳妇离婚。你这动不动就闹离婚，你这种态度非常恶劣啊！你这3块银元，这都是龙样，看这壁面都没问题，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啊！你都给我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行了啊！我这出1万块钱的彩礼，他换回来，如果是假的，我必须得讨个说法。你讨说法，你先别激动。一眼开门的意思就是银元真假完全没问题。你这3块龙阳还都是龙阳3剑客嘞，看你这上面贴的，都已经平静如何了，无伤无戳，这都是好状态。1万块钱换过来，你这是赚大便宜啊！你别说我赚便宜，还是吃亏。我拿我奶奶的看，他到经济计较说这银元，这啥银元都是说是假的。哦，刚才不是说真假没问题吗？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包浆，恁奶他看不懂，只能说明啊他是外行。就算他们是外行的情况下，当时我跟俺媳妇儿，想拿1万块钱彩礼的时候，他娘家人答应给我说再往上面添一点嘞。往上添一点就对了，你这毕竟是龙阳3剑客，赵忠、大清、北洋，你放平时1万块钱你也买不来啊。说实话，你给那媳妇儿下了那1万块钱的彩礼，这就说明一切啊！那媳妇儿的娘家人绝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闻着你是想喝酒了，你别闹腾情绪了。是的，我今个也就喝了小半斤而已。你不知道这大过年的哥，因为这杀银元我憋一肚子气。那100颗银子，你说能值几个钱嘞？看来你是真不懂银元啊！银元可不是按克来定价值的呀，你按克那就真不值钱了。3块最多也就80克的银子呗，但是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你就是掏10倍、30倍的银子价钱，你也买不来这3块银元。你别问我哥啊，30倍银子的价钱，那比黄金还得值钱的吧？和黄金比不了价，因为银元啊都是看品相状态来定价的。像你这里边最便宜的这个33年的双卷北洋龙，因为外边你这贴了有标签啊，我也看不到里边的分值。就你这个，你看一下它这个龙鳞，算是最好的了。因为33年的北洋龙鳞啊，状态都很差劲，而你这个壁面算是传世原味的状态，非常清爽，没有任何的毛病。不带粉也带个小万把，带粉这一块，这都是1-2万的东西了。我胡扯的吧？这最便宜的银元，这不是在1-2万块钱吗？哥？对呀。不拿我开玩笑的吧？我干嘛要给你开玩笑嘞？因为这个龙阳状态好的比较少。再说你另外一个赵忠大清，你这个大清比较特别，你看上面带了过去的老墨印，而且这壁面还带光，标准的一块味道壁，带光又带包浆，这种银元非常难寻。赵忠的话，它这个壁面你看就带彩了。泛五彩指的就是你这壁面的这种味道。一般这种五彩包浆啊比较淡，字口龙鳞都还不错，虽然说有点流通痕迹，价格说实话也不会便宜了，没有几万啊，你这3块银元说实话你也买不来。照你说的话，该不会是我想俺媳妇的娘家人了吧？该不会是你给我撒谎想骗我俩了呗？绝对没有对你撒任何谎。因为你这3块龙阳确实是物超所值，说实话，能抽起一套龙阳3剑客的人，他也不是一般的工薪阶层。送给恁媳妇儿，拿这个当陪嫁，这绝对是有收藏意义。你把心啊放到肚子里边，留给孩子当个传家宝，以后你急用钱的时候啊，随时可以拿出来变现换钱。我哪能感觉你搁这忽悠我嘞？那，我走。没忽悠你，我忽悠你，那媳妇儿也不会忽悠你。我再看看。好。老板，你赶紧给我看看我吃亏了没有啊？我有1000块钱给别人换一个银钉子，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既然不知道真假，
你都敢给别人乱换东西，那你这1000块钱危险了。来，我看看啥是银锭。危险倒是谈不上啊，这个锭子我用火已经烧过了啊，确定是银子，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清朝的。你这个锭子大小这一看，这都是10两的，唯一可惜的就是你烧的太白了，好在这个顶面没有遭到破坏。锭子落款，写得很清楚，宣统年太谷县。这足以说明这种锭子啊，在过去属于官锭，翅膀两侧比较对称，多少有一点流通痕迹。看底部蜂窝的话，像老嘞。你这1000块钱咋给别人换的？我是首饰加工店老板。哦，今天大年初一的嘛。对。店里来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哦。上来就用这让我给她加工一对粗手镯。拿这个老锭子加工银手镯，确实挺可惜的。一般70多岁的老太太观念比较传统啊，不会轻易的给你们换来换去了。可被你说着了啊！这大年初一就我自己看门了。买首饰的也是比较多。那是。我故意晾着他的。我说今天恐怕给你加工不了了，让他过几天再来。结果，他比我还急嘞，说进一趟城不容易。那70多岁老年人进一趟城确实不容易。不过话又说了，现在纯手工加工银手镯的师傅不多。另外啊，就是拿这种银元银锭加工银首饰的老年人，大多数他都不懂他们的收藏价值。其实卖了银锭银元再去买首饰更划算。我肯定不会告诉他们这些道理啊。那是。不然你说我赚钱赚谁嘞？对。我称过了，这个锭子370多克。我给他按200克兑换了银手镯。那你这都不对了，明明10两重的银锭，首先它的含银量也不差呀。你光看你这烧的白花花的，即使你再不懂，你也应该能看出来它的含银量，这都能达到99%以上啊。这一下子少给人家170克，你即使加工银手镯有损耗，也不至于给人家少那么多吧？你过年嘞，今天大年初一嘞，亲戚都没走，我看门啊，肯定得多挣钱，是不是？反正他也不懂，你帮我看看能值多少钱？兄弟啊，君子爱财，咱们得取之有道啊。70多岁的老太太放一个银锭不容易，好东西怕就怕遇到你这种生手。首先可惜的就是你给他动火把包浆烧掉了，这种银锭没有包浆挺可惜的，一般人看不准，因为包浆对银锭来说很重要。你再养包浆的话，估计得很多年。通过你清洗之后，可以清楚来看出来，这个字口你看还是挺清晰的。锭子属于宣统年间造出来的，锭子虽说有流通痕迹吧，但是整体不是太明显，尤其是它的蜂窝看着挺自然的。这个银锭啊，其实主要是看它的蜂窝的，东西看着没啥问题。10两的银锭市场价很成熟，看你这个品相状态的话，也能卖个1万多块钱吧。啥都不说了，今天过年我也看你，这个银锭啊都给你留下来，我净赚1万多，回家睡个美觉去。你也不要着急变现，我觉得这个银锭没那么简单。像你说的，只用1000块钱的银首饰给老太太换回来了，这万一老太太回到家感觉吃亏了，或者是她的子女感觉不划算了，再找你换回来，你这轻易卖掉了，这也太草率了吧？这不草率啊！那1000块钱的手镯我都给他戴上了啊。这个手镯戴上之后啊，就不存在给他再换回来了。哎呀，兄弟啊，还是那句话，做生意得看长远一点。咱在网上买东西，人家还7天无理由退换货了，何况像你说的200克的银手镯，你平时买也都1000多块钱呗。那人家执意换回来，不给你1000多的费用，你肯定得跟人家解决问题啊。我肯定不解决。这到手的利润我不可能给他退啊。你直接说吧，有其他问题我自己来解决。那你这样说的话，我能要的东西我也不能要了。这银锭还是你的，给你赶紧拿走吧。你这老板啊，真是太呆板了，到手的生意啊往外推，真少见。